我穿越了皇宫免费实景真人剧本，这是第108次，对你没听错，108次。每次我按要求坐上了皇后之位，我以为游戏结束，可以回家吹空调了。一眨眼我又回来了。这是我第108次睁开眼，看见明黄色的帐顶和帐顶上绣着的丑的别致的龙凤呈祥，空气里弥漫着我早已闻腻了的高级熏香，混合着一丝苦涩药汁的味道。贴身宫女彩青见我醒来，喜极而泣，端着药碗凑上前：“主子，您终于醒了，您都昏迷3天了，皇上日日都来探望您呢。”我叫木苏，3个月前还是一个2026年为了房贷奔波的社畜，一觉醒来就穿进了这个该死的大晋王朝剧本里。任务很明确，从无宠才人一路宫斗，最终登上皇后宝座。第一次我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花了10年，终于在30岁那年穿上凤袍，母仪天下。当系统提示任务成功时，我激动得差点哭出来，然后眼睛一闭一睁，我又回到了起点。我不信邪，第2次我凭借记忆大杀四方，只用了3年就当上皇后，结果还是一样。第3次、第4次、第30次，我尝试了各种方法，当贤后，当毒后，当不理后宫只顾风花雪月的佛系皇后，甚至在当上皇后的第2天就自尽，想看看能不能卡出 bug。但每一次，无论过程如何，只要我坐上后位，听到那句任务成功，下一秒我都会准时回到这个起点。到今天不多不少，整整108次。真的，这次我不想再玩了。我一把推开彩青递来的药碗，药汁泼了他一身。我冷冷地说：“不喝。”彩青吓得跪在地上。小主息怒，这是太医开的方子，对您的身子好啊。我懒得理他，这毒本就要不了我的命。门外传来太监尖细的嗓音：“皇上驾到！”我扯了扯嘴角，来了。本剧本最大也是最无趣的 NPC 皇帝萧景琰，他穿着一身玄色龙袍，面容俊美，气质清冷。走进来的瞬间，整个屋子都压抑了。前107次我见到他，不是激动就是畏惧，再后来是麻木，但这一次我看着他那张万年不变的冰块脸，凭什么？凭什么我在这里受苦受难循环108次，你这个 NPC 却能安安稳稳的当你的皇帝？他走到床边，眉头微蹙。怎么回事？彩青哆哆嗦嗦的就要解释，我抢先开了口：“您能别天天 PUA 我了吗？”空气瞬间凝固，我倒要看看这个所谓的真人剧本到底智能到了什么地步。萧景琰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诧异，他那双深邃的眼眸里闪过一瞬间的错愕，快得几乎让人无法捕捉。PUA， 他重复了一遍。木才人，朕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胡话。一边给我画大饼，说我与众不同，一边又放任后宫这帮女人给我下绊子。等我被折磨得半死不活了，您再出来当好人。皇上这精神控制玩得真溜啊！就在我以为他要发怒刺死我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一个娇滴滴的声音：“哟，妹妹这儿可真热闹。皇上，柳若云来了。您怎么也在这儿？”他是我宫斗路上的第一个也是最蠢的对手，每次都用那几招：下毒、陷害、造谣。前几次我还跟他斗得有来有去，后来我发现只要我不理他，他自己就能把自己作死。眼神瞟到我，哎呀，莫妹妹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是不是又不肯好好喝药了？妹妹，我知道你刚入宫心里苦，但也不能跟自己的身子过不去，还顶撞皇上啊！我咒你今天走路崴脚，喝水塞牙，晚上睡觉被噩梦吓醒。你说什么？萧景琰却始终看着我，眼神复杂难辨，忽然开口，声音低沉：“柳贵人，言行无状，禁足3月，罚抄宫规百遍。”皇上，臣妾做错了什么？拖下去。皇上，臣妾冤枉了，是那个贱人疯了。寝殿内恢复了安静，我看着萧景琰，心里也嘀咕：按照前107次的经验，他就算不罚我，也该安抚柳若云几句。现在，你可以好好喝药了吗？他的语气依旧平淡，但我却从中听出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，一种带着审视和警告的博弈。这个发现比我当上107次皇后还要让我兴奋，我决定再试探一次。药可以喝，但我有个条件。我坐直了身体，萧景琰挑了挑眉：我这地方太偏了，还挨着冷宫，阴气森森的，我想换个宫殿，要带小厨房的那种。彩青在旁边听得心惊肉跳，一个刚入宫、位分低微的才人，不求恩宠，反而跟皇上提这种要求，准了。他丢下2个字，转身就走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嘴角的弧度越来越大，有意思。这个游戏好像开始变得有意思了。第2天，我果然搬进了新的宫殿清止阁，地方不大，但五脏俱全。最重要的是，真的有一个精致的小厨房。我让彩青找来了新鲜的食材和一口铜锅。今晚我要请尊敬的皇帝陛下吃一顿现代的火锅。傍晚，萧景琰如约而至，他看着桌上热气腾腾、飘着红油的铜锅，周围摆放着的切得薄如蝉翼的肉片和各种新鲜蔬菜。这是何物？火锅。我将一片羊肉在滚烫的汤里涮了几秒，吹了吹，递到他面前的蘸料碟里。
尝尝。他没有动，我也不在意，自顾自地吃了起来。麻辣鲜香的味道在味蕾上炸开，我舒服地眯起了眼。吃了这么久御膳，嘴巴都快淡出鸟来了。你不怕朕在菜里下毒？皇上要杀我，一杯毒酒足矣，何必这么麻烦？他没说话，只是拿起筷子，学着我的样子，夹起一片肉放进锅里，动作优雅。即使是在做这种市井气息的事情，也带着与生俱来的贵气。肉烫熟了，他却没有吃，而是看着锅里翻滚的红汤，若有所思。你似乎一点也不怕朕。怕你有什么用？怕你就能让我回家吹空调了吗？我脱口而出，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，表现得太异常，可能会引起他的警惕。果然，萧景琰的目光瞬间变得锐利。回家？回哪个家？自然是我入宫前的家了。皇上，您知道的，我们这种小门小户出身的，哪比得上宫里？这宫墙太高，待久了人会疯的。我一边说，一边观察他的表情，他脸上的锐利慢慢褪去，恢复了那副波澜不惊的样子。是吗？他淡淡的应了一句，将那片烫好的肉放进嘴里，辛辣的味道让他蹙了蹙眉，但很快又舒展开。味道很特别。他评价道。我松了口气，看来是糊弄过去了。皇上喜欢就好。一顿饭在诡异的沉默中进行，我吃得酣畅淋漓，他吃得心事重重，直到桌上的菜去了一半，他才再次开口。你今天说的那些话，是何人教你的？没人教，我自己想的。皇上，您不觉得这宫里太卷了吗？所有女人为了争夺一个男人，斗得你死我活，有什么意思？捕捉到了新词，这次他的反应比上次还要大。他握着筷子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了，我看到了他细微的表情变化，他在紧张。一个皇帝富有四海，掌控生杀大权，他有什么好紧张的？除非我的话触及到了他隐藏最深的秘密。我的心跳开始加速，一个大胆的猜测在我脑海中逐渐成型，或许被困在这个该死循环里的不止我一个。是啊，内卷，大家都在做没有意义的消耗。这后宫，今天你给我下毒，明天我给你使绊子，最后争到了凤位又如何？还不是日复一日的守着这四方天，过着无聊的日子。我的话音刚落，萧景琰猛地站了起来。够了！强大的压迫感扑面而来，我也被他突如其来的怒气震慑住了。但我知道，我赌对了，他绝对有问题。皇上为何如此生气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直视着他的眼睛，半晌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你好自为之。说完，他拂袖而去，留下一个决绝的背影。我看着空荡荡的门口，长长的舒了口气，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。刚才那一瞬间，我真的以为他会杀了我，但我也确定找到了打破循环的关键。这个关键就在萧景琰身上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萧景琰没有再来过清止阁，柳若云被禁足，后宫清静了不少。我乐得清闲，就是躺在院子里的贵妃椅上晒太阳，可把彩青急坏了。娘娘，您把皇上气走了，这么久没来，日后可怎么办啊？急什么？他会再来的。我笃定萧景琰一定会再来找我，因为我是他平静无波的世界里唯一的变数。果然，没过几天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来了，是七王爷萧景琰的亲弟弟沈玉衡。在前107次循环里，沈玉衡是个边缘的不能再边缘的人物，他体弱多病，不问朝政，终日只与诗书古籍为伴，是皇室里一个近乎透明的存在。我与他几乎没有任何交集，他今天怎么会来？木材人，别来无恙。沈玉衡坐在我的对面，温润如玉的脸上带着一丝浅笑，他的气质和萧景琰完全不同，一个像冰，一个像玉。王爷万福金安。不必多礼，我今天前来是受皇兄所托。萧景琰，皇兄说你似乎对古籍很感兴趣。沈玉衡从袖中取出一本泛黄的线装书，递给我。这是我收藏的孤本，名为《境界堪舆》，里面记载了些山川轶事，或许你会喜欢。我接过书，心中疑云更甚。萧景琰这是什么操作？打一巴掌给个甜枣，还是想通过沈玉衡来试探我？我翻开书页，古朴的墨香扑面而来，书里的内容确实晦涩难懂，记载了许多闻所未闻的奇闻异事。王爷也信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？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譬如书中提到的问心镜，据说能照见人的前世今生，勘破一切虚妄。木材人信吗？我的心里一惊，问心镜，勘破虚妄，这听起来怎么那么像系统后台？王爷说笑了，若真有此等宝物，岂不是天下大乱？或许吧，但有时候虚妄比真实更让人沉溺。譬如这宫墙之内，多少人演着言不由衷的戏，又有几人能活出真实的自己？他的话意有所指，他就是萧景琰派来的说客。王爷此言差矣，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，只要演得好，假戏也能真做。
木材人果然是通透之人，难怪什么？时辰不早，我该回去了。这本书就赠与才人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将镜剑堪舆翻了无数遍。书中关于问心镜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，说它藏于皇家禁地通天胎，能映照人心，辨清真伪。通天胎我知道这个地方，那是皇家祭天之所，守卫森严，除了皇帝，任何人都不得擅入。萧景琰把这个信息透露给我，是想让我去闯通天胎。我正在犹豫，柳若云那边又出幺蛾子了。她被禁足3月，非但没有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，买通了我宫里一个叫小莲的粗使宫女，趁我午睡时，在床下塞了个写着萧景琰生辰8字的布偶，布偶上插满了银针，这是宫斗剧里用烂了的巫蛊之术，俗套但是致命。事情很快就被捅到了太后那。太后本就看我不顺眼，当即雷霆震怒，下令将我打入天牢。听候发落，冰冷潮湿的天牢里，我穿着囚服，看着墙角滴着水的青苔，内心毫无波澜。这一幕在过去的107次循环里，至少上演了20次。3天后，我被带到了太后居住的慈宁宫。萧景琰和太后高坐，底下跪着柳若云和那个背叛我的宫女小莲。柳若云哭得梨花带雨。太后，皇上，臣妾也是无意中发现的。谁能想到木材人外表清纯，内心却如此歹毒，竟敢行巫蛊之术诅咒皇上，此等妖妇断不可留啊！就是木材人让奴婢做的，求太后皇上明察。妖妇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，有幸灾乐祸，有同情，有冷漠。我抬起头，目光越过众人，直直地看向龙椅上那个面无表情的男人。这是我的死局，也是我的破局之机。我无话可说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太后怒不可遏，好个伶牙俐齿的贱人！来人，给哀家掌嘴！两个身强力壮的嬷嬷立刻上前，一左一右架住了我。我没有反抗，只是依旧看着萧景琰。住手！皇帝，此等妖妇，你还要护着她？所有人都以为我死定了，柳若云的嘴角已经忍不住露出了得意的笑。此事有蹊跷。皇上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还能有什么蹊跷？柳贵人是觉得朕的判断不如你准确。萧景琰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萧景琰不再理他，而是看向跪在地上的宫女小莲。你说是木材人指使你行巫蛊之术？是的。很好，朕再问你，你将布偶放在木材人床下，具体是哪个时辰？是53刻。53刻，真不巧，53刻，木材人正在朕的御书房陪朕对弈。你倒是说说，他是如何分身，一边陪着朕，一边指使你去害朕？此话一出，满堂皆惊。不可能，他怎么会？皇帝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母后若是不信，可传御书房的当值太监前来对质。我低着头，掩去眼中的惊涛骇浪。御书房对弈，我明明整个下午都在清止阁睡觉，他竟然为了保我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撒谎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保了，这是在用他帝王的声誉为我做担保。太后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她当然不可能真的去传太监来跟皇帝对峙。她狠狠地瞪了柳若云一眼，厉声道：柳氏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构陷嫔妃，愚弄哀家和皇上！皇上饶命，臣妾冤枉了，臣妾真的是……萧景琰不耐烦地打断他：够了！柳氏，品行不端，构陷宫嫔，相违答应，迁居冷宫，无诏不得出。萧景琰转向我，亲自扶起了我。木材人受委屈了，即日起晋为贵人，赐号惠，以彰其惠教。我看着他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到底是谁？他到底想做什么？娘娘，您真是鸿福冲天，大难不死，还进了位分。当晚我搬回了清止阁，彩青激动的又哭又笑，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我脑子里全是萧景琰那句无声的信我和他为我撒谎的场景。深夜我正辗转反侧，殿门被轻轻推开，一个高大的身影逆着月光走了进来，是萧景琰。他屏退了所有下人，寝殿里只剩下我们2人。今天吓坏了。他开口，声音里带着我从未听过的温和。我从床上坐起，看着他。为什么要帮我？他走到床边坐下，月光洒在他俊美的脸上，投下一片剪影。因为我不想再看第108次同样的戏码了。
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在我心中激起千层浪。我猛地抓住他的手腕，声音都在颤抖。你也是？萧景琰转过头看着我，那双深邃的眼眸里不再是冰冷的探究，而是一种复杂到极致的疲惫和了然。他反手握住我的手，低声道：“我叫萧景琰，不是皇帝。我被困在这里已经3000年了。”3000年。当这2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时，我感觉整个世界都静止了。我循环了108次就已经快要崩溃，而他在这里重复了3000年，我无法想象那是怎样一种绝望。我张了张嘴，却发现喉咙干涩的发不出声音。你很惊讶？我第一次发现自己被困住的时候也和你一样。我发疯，我毁灭，我杀光了所有人，以为这样就能出去。但第2天，一切又会重来。他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我能感觉到那平静下压抑着怎样的痛苦。后来，我试着接受，我当一个完美的皇帝。我看着一批又一批的秀女入宫，看着他们为了后位斗得你死我活。我以为只要这个剧本完美落幕，我就能解脱。所以，你每次都扶持一个人当上皇后？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。他点了点头。是的。我扶持过各种各样的女人，聪明的、愚蠢的、善良的、恶毒的，但每次当她们登上后位，系统提示任务成功时，一切又会重新开始。和我一模一样。直到你的出现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了一丝光亮。前107次，你都在努力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，争夺后位。虽然你比他们更聪明、更快，但本质上没有区别。但这一次你不一样了，你说了 PUA， 说了内卷，你做了火锅，你不再按照剧本走。你像一颗石子，投进了我这潭死水里。我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他会对我另眼相看，为什么他会容忍我的胡言乱语，为什么他会帮我，因为我是他3000年来看到的第一个变数，唯一的希望。所以，沈玉衡和那本觐见堪舆也是你安排的？是，玉衡是我唯一信得过的人。虽然每次重来，他的记忆都会被清空，但我每次都会用同样的方法，让他重新成为我的盟友。那问心镜，通天台上的问心镜。是真的。萧景琰的表情严肃起来。我研究了上千年，我猜那就是打破这个世界的关键。但通天台守卫森严，机关重重，我身为皇帝，一举一动都在系统的监视之下，根本无法靠近。所以，你想让我去？我不能强迫你，这很危险。但你是我唯一的希望，木苏。我看着他眼中深藏的疲惫和希冀，我干。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但你得答应我，事成之后。”必须想办法送我回家。我答应你。他郑重的承诺，我们达成了联盟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开始为夜探通天胎做准备。萧景琰给了我一份通天胎的内部结构图和机关分布图，那上面密密麻麻的标记，看得我头皮发麻。这么多机关，这怎么过？大部分机关我都知道破解之法，最难的是这里的千机锁，它连接着整个皇宫，一旦触动，我们都会暴露。那怎么办？千机锁每隔1个时辰会有1炷香时间的停滞期，我们必须在这段时间内通过这里到达通天台的顶端。这简直是在玩命，但我们别无选择。行动定在3天后的月圆之夜，那晚月色如水，整个皇宫都笼罩在一片静谧之中。在萧景琰的掩护下，悄无声息地潜入了通天胎。通天胎是一座9层高的石塔，越往上越窄，直插云霄。我按照萧景琰给的地图，小心翼翼地避开一个个机关，有惊无险地来到第7层，千机锁就在眼前，是一扇巨大的青铜门。我躲在暗处，看着远处计时的沙漏，手心里全是汗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就在沙漏即将漏完，千机锁进入停滞期的瞬间，我屏住呼吸，准备冲过去。这是一个我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了青铜门后，是沈玉衡。他依然是一身白衣，他看着我：“木苏，回去吧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”王爷，您怎么会？皇兄太天真了，他以为打破循环就能得到自由，但他不知道打破循环的代价是这个世界的彻底崩塌。世界崩塌？你什么意思？这个世界是依附于皇兄的强大意念而存在的，而问心镜就是维持这个世界的核心。一旦问心镜被触动，皇兄的意念就会失控，整个世界都会化为乌有，包括你，也包括我，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。不可能！萧景琰研究了上千年，他不会弄错的。他没有弄错，他只是被自由的渴望蒙蔽了双眼。木苏，我观察你很久了，你清醒理智，不属于这里，所以我才告诉你真相。回去吧，只要你不去触碰问心镜，你可以在这个世界里安安稳稳地当你的皇后，享受无尽的荣华富贵。
这难道不好吗？如果一切都是假的，那荣华富贵又有什么意义？我宁愿和这个世界一起毁灭，也不要再过这种行尸走肉的日子。你果然和他一样执迷不悟。他的话音刚落，我身后突然传来一阵破空之声，我心中一惊，本能地向旁边一闪，几只淬了毒的袖剑擦着我的衣角，定在了我身后的柱子上。我猛地回头，只见几个黑衣人从黑暗中现身，将我团团围住，而沈玉恒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，冷眼旁观。你骗我！我看着他，心中一片冰冷。我给过你机会了，既然你执意要毁掉一切，那我只能先毁掉你。我明白了，沈玉恒才是这个世界最大的既得利益者，只要循环不息，他就能永远当他那个与世无争、受人敬重的闲散王爷。他害怕改变，害怕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所以他要阻止我和萧景琰。黑衣人步步紧逼，我握紧了藏在袖中的匕首，大脑飞速运转，硬拼我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唯一的生路就是冲过千机锁。我瞥了一眼不远处的沙漏，停滞期已经过半，时间不多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虚晃一招，猛地朝着千机锁的方向冲了过去。拦住他！玉衡厉声喝道。黑衣人立刻向我扑来，我用尽全身力气躲开他们的围堵。就在我即将冲过青铜门的瞬间，沈玉衡出手了。他的速度快得惊人，一掌拍在我的后心，我整个人向前飞去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身体重重地撞在第9层的石阶上，五脏六腑都像是移了位。但我成功了，我冲了进来，而身后千机锁的转盘开始重新转动，发出一阵阵击扩声。沈玉衡和那些黑衣人被隔绝在了门外，我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，抬头望去，通天台的顶端，一个巨大的圆形石台中央悬浮着一面古朴的铜镜，镜面光滑如水，却什么也映照不出来，只有一片混沌，那就是问心镜。我拖着重伤的身体向他走去。木苏，你敢！你触碰他的瞬间就是你的死期！我没有理他，径直走到问心镜前，伸出颤抖的手。回家，我只想回家。就在我的指尖即将触碰到镜面的瞬间，一只手从旁边伸出，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腕。是萧景琰，他不知何时也来到了这里，脸色苍白，嘴角还带着血迹。别碰他！我看着他，你不是也想出去吗？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他说的没错，我骗了你。触碰问心镜确实会让这个世界崩塌。我的心一瞬间沉到了谷底。我看着他，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因为我自私，我被困在这里3000年了，我快疯了。只要能出去，我不在乎任何代价，哪怕是毁了这个世界。但是我看到你为了这个虚无缥缈的希望不惜拼上性命的时候，我后悔了。木苏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把你拉下水。我看着他痛苦的样子，心中的愤怒和失望渐渐被一种更复杂的情绪所取代。是啊，被关了3000年，换作是我，可能早就疯了。我又有什么资格去指责他呢？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们都要永远被困在这里了吗？萧景琰没有回答，他看着问心镜，眼神决绝。还有一个办法，一个只有我能做到的办法。我还没反应过来他话里的意思，他突然猛地推开了我，在我的惊呼声中，他用自己的身体撞向问天镜。不要！我失声尖叫，但一切都太晚了。他的身体穿过了镜面，整个通天台，不是整个世界都开始剧烈的晃动，天空变成了红色，大地开裂，宫殿倒塌。我看到沈玉衡在千机锁的另一端，惊恐地看着这一切，然后他的身体开始变得透明，最终消失不见。我知道这个世界完了，我闭上眼睛，等待着死亡的降临。然而预想中的痛苦并没有到来，一道柔和的光将我包裹。我再次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纯白色的空间，萧景琰就站在我的面前。他的脸上没有了帝王的威严和疲惫，只有解脱后的轻松。这是哪里？系统的核心空间，欢迎来到后台，木苏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问心镜既是这个世界的能量核心，也是我的精神牢牢。我用我的身体撞向它，相当于切断了我和这个世界的连接。我自由了，但这个世界也因为失去了支撑而崩塌。那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因为你在世界崩塌的最后一刻，我用尽力量将你的意识从那个世界带到了这里。所以我死了，这只是我的意识。可以这么说，但也可以说你获得了另一种形式的新生。那里有2个光门，一个光门里是我熟悉的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，另一个光门里是一个山清水秀、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。那是什么？左边那个可以送你回到你原来的世界，继续你的人生。那右边那个呢？那是我为自己创造的一个新世界，没有循环，没有剧本，一切都是全新的。但是那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沉默了，
看着左边的光门，那里有我熟悉的城市、朋友，还有我奋斗了半辈子才买下的小公寓，还有那该死的房贷。我又看了看右边的光门，那里风景如画，岁月静好，但却像一个华丽的牢笼，而萧景琰就要一个人被关在那个牢笼里，直到永恒。你不能跟我一起走吗？3000年了，我早已经不属于世间，强行闯入会导致你的世界紊乱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所以我只能一个人。我看着他，这个和我一起经历了生死的男人，他眼中那抹挥之不去的孤独，心中忽然一阵刺痛。回家是我一直以来的执念，可是如果回家的代价是让他一个人承受永恒的孤独，我真的能心安理得的离开吗？我站在两个光门之间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挣扎，一边是现实，一边是他。萧景琰看出了我的犹豫，他笑了笑，笑容里带着一丝释然。快做决定吧，木素，这空间撑不了太久，回到你的世界去，忘了这里的一切，好好生活。能认识你，是我这3000年来最幸运的事。谢谢你，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。我看着他伸出的手，却没有去握。在你那个世界里，有火锅吗？你什么都会吗？我可以学。有空调吗？我可以学着造。有996和还不完的房贷吗？没有。走到他面前，踮起脚尖吻在他的唇上。那还等什么？我拉起他的手，转身走向右边那扇通往未知世界的光门。那是你的家。我回头冲他灿烂一笑。对我来说，有你的地方才是家。骑回到那个只有无尽工作和压力的世界，我更愿意和眼前这个懂我、惜我的男人去开创一个属于我们的全新未来。或许那个世界一无所有，但我们有2个人和一双手，可以去创造一切。萧景琰的眼眶红了，这个被困了3000年早已心如死水的男人，此刻哭得像个孩子。木素，你不会后悔吗？我只后悔没有早点认识你。我拉着他一起进入大门，白光散去，我们站在一片青翠的草地上，眼前是连绵的雪山，山脚下是一片清澈的湖泊，远处是无边无际的森林，空气清新，阳光正好，没有皇宫，没有阴谋，没有循环，只有我和他。萧景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脸上露出了从未有过的轻松而满足的笑容。欢迎来到我们的新世界。所以火锅和空调什么时候安排上？遵命，我的皇后殿下。